只要花$75就能占有这个昏迷多年的女人。禽兽护工数了数钞票，对大汉讲起了使用规则：第一，不准打他；第二，不许留下任何痕迹，除此以外，任你摆布。护工出门前还扔给大汉一个药瓶，看着上面的斑斑痕迹，就知道这4年里有多少人来交易过了。大汉缓缓靠近女人，他不知道女人在10分钟前已经清醒了，此刻正在装晕。一声惨叫，大汉被反杀。女人想下床逃跑，却直接摔在了地上。她已经躺了整整4年，双腿机能早就退化，怎么办？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近了，是护工回来了。女人狠狠泼了自己一脸水，要清醒，要冷静。杀手出身的她快速找到一把小刀，然后埋伏起来。护工推门进来，只有大汉的尸体，他还没来得及细想，脚筋已经被割断了。女人拖着他来到了门口，朦胧间回忆起了护工这些年的禽兽行为，立刻让他好好体验一下头被门夹了是什么感觉。女人从护工身上拿走车钥匙，然后找来一把轮椅，逃到了地下车库。她钻进护工的车子，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。女人盯着自己的双脚，默默念了一句，大拇指动一动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她继续集中精神，不断默念着同一句话，大拇指动一动，动一动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大拇指真的动了。女人笑了。 Hard part's over. Now, let's get these other piggies wiggling. 13个小时过去了，女人终于又站起来了。现在她要向伤害自己的那群人一个个复仇。女人原本是杀手组织的成员，当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，为了给孩子一个正常家庭，决定退出江湖。然而就在婚礼当天，老大比尔带着4个手下血洗了教堂，重伤的女人也失去了孩子，一躺就是4年。她现在只想一个一个解决仇敌，最终杀死比尔。复仇的第一步就是给自己配一把武器。女人找到了名将熊大师，希望他为自己铸一把武士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大师瞧着真眼熟，一看就是隐退已久的武林高手。大师带着女人来到了自家阁楼，好家伙，一排排架子上整齐地放满了各种名刀。女人看呆了，眼中只有3个大字：想拥有。她挑了一把缠着红色布带的刀，缓缓拔出。大师扔了颗棒球过来，轻松被削成了2半。但这依然不是他最强的作品。1个月后，大师为女人量身打造了一把绝世利刃，希望她用此刀为民除害。女人的第一个复仇对象就是黑妹，她也是婚礼上的杀手之一。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但这个女人竟然能金盆洗手，重组家庭。门一打开，2个人就扭打在一起，杀手过招，招招致命。就在他们厮杀到一半的时候，黑妹的女儿放学回家了。女人和黑妹持刀对峙，看到小女孩回家了，他俩赶紧把凶器藏在身后，但脸上的血迹还没擦掉，地上也是一片狼藉。黑妹对女儿撒谎，这都是狗狗在拆家，让她赶紧回屋写作业。一旁的女人看到这个可爱的孩子，竟然也配合演出，但人她肯定还是要杀的。2人来到了厨房，黑妹向女人道歉，当年不该围杀她，希望能放过自己的孩子。女人也很讲武德，约好了今夜子时再决斗。黑妹拿出一盒麦片要给孩子做晚饭，但下一秒，果然，杀手的本性还是不讲武德。小女孩进来了，看到自己的妈妈倒在地上，女人有些愧疚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很抱歉，但请你相信，你妈妈是罪有应得。如果你长大后还是愤恨难消，我等你来报仇。”女人回到车上，拿出复仇名单，必杀的5个人已经死掉1个了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莲姐了。这可是个十足的狠角色，以一己之力统领日本黑道，曾经也有人质疑她的领导力，莲姐直接小碎步上前，抽刀断手立威。要对付他，先要搞定他的手下人。莲姐正在酒馆喝酒，突然笑容一收，一颗暗器就飞了出去。手下出门四处张望，没看见任何人。原来女人已经躲到了房顶上。决战要正式，她可不想搞偷袭。女人用计抓住了莲姐的秘书，让她把人都叫了出来。2个仇人远远对视了一下，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。女人一刀砍下秘书的胳膊，然后慢慢朝敌人走过来。她的杀气实在太重了，大伙都有点害怕。莲姐一声令下，小弟们呲牙咧嘴地冲了过来，3下5除2就被放倒了。女人可是顶级杀手，专治各种花里胡哨。第一波小兵清完了，她直接向莲姐发出嘲讽：“还有没有瘪三来给我杀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学生妹缓缓走下楼梯，正是莲姐手下头号大将，杀手界的优秀新人和资深前辈，即将展开生死对决，究竟谁能胜出呢？这个学生妹好辣，更辣的是她手里的流星锤。2个顶级杀手即将一决生死，学生妹抢先进攻，锤子抡得虎虎生风，再回手直中胸口，一缠一勾，处女武器乘胜追击，敌人倒地。女人痛得面部扭曲，
应该是断了2根肋骨。身为杀手界的前辈，怎么能败给这个小丫头片子呢？他随手拿了根桌子腿，看准机会极限反杀。学生妹在空中翻转了360度，一生气，流星锤变成了血滴子，又给对手来了一下子。女人的脖子被锁链缠住了，她跪在地上艰难喘息，一把拿起带钉子的桌子腿，狠狠给学生妹脑袋来了一下。女人拾起自己的宝刀，下一个要解决的仇人就是楼上的莲姐了。但黑道老大岂是这么容易就能单挑的？他的小弟们赶过来了。大量戴面具的杀手涌入，将女人团团围住，只有先踏过他们的尸体，才能找莲姐报仇。战斗开始了，女人一顿砍瓜切菜，攻得势如破竹，守得滴水不漏。激战中，不知道谁把灯给关了，女人在幽蓝剪影中潇洒挥刀，至美至绝。灯开了，只剩下一个眼罩都没有的年轻人，一看就是逃学出来的不良少年。女人一节一节砍断了他的武士刀，然后狠狠来了一顿棍棒教育。女人来到了莲姐的后院，经过连番大战，她的体力已经所剩无几了。这里白雪飘飘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，但即将染上一片鲜红。莲姐慢慢脱掉鞋子，行礼，拔刀，这是她对敌人最后的敬意。短暂的兵器交接，莲姐的刀鞘被削断了，她转而双手持刀，全神贯注，等待对方露出破绽。女人缓缓靠近，又是一轮新的攻势，高手过招，一瞬胜负。女人后背中刀，一下瘫倒在雪地上。难道这里就是她的终点了？冰冷的雪地刺激着她的伤口，也刺激着她的复仇决心。女人缓缓站起，重新握刀，又是新一轮生死较量。一声清脆的声响，莲姐的头皮和头发都飞了出去。这个仇人终于缓缓倒地，雪越下越大，好像要将一切罪恶掩埋。女人掏出复仇名单，将莲姐的名字划掉。现在她离杀死比尔更进一步了。这是导演昆汀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部电影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暴力美学，而配乐更是精彩绝伦。女主的复仇之路还没有结束，名单里的人必将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杀死比尔第2部，继续陪你看电影。